和女友吵架那天，路边一辆车迎面向他撞来，为救女友，我断了一条腿。可他说不嫌弃我，要跟我结婚。我以为我们就是真爱，可周年纪念日那天，我却意外发现他和我兄弟顾以凡的视频。我愤怒质问他时，他却说：“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，而我和以凡失去的是一整个爱情。”我彻底崩溃绝望，选择了轻生。再次睁眼，我竟回到了和女友吵架的当天。那这次就换成他失去一条腿，我失去一整个爱情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傅一之，我真是受够你了，你一点都比不上你兄弟顾以凡，我讨厌你。听着女友熟悉的声音从我耳边传来，我确认自己重生了。我第一时间摸上自己腿，还健在，激动的泪水从我眼底滑落。我竟重生在车祸发生之前，而和前世一样。女友肖文说完就发疯地跑了出去，车辆飞驰而来，眼看就要撞上肖文，我却没有像前世一样快速扑出去救她，只是假装惊慌地往前小跑了2步，亲眼看着那辆车冲向肖文，他被狠狠撞倒在地，整条腿都被卷在了车底下，发出痛苦的吼叫。可他没喊2下，就已经痛晕过去。送到医院时，肖文和我前世的结局一样，只能截肢保命。听到这样的结果，我不但没有心疼，反而觉得十分痛快。前世我为救他断了一条腿，彻底断送了我的篮球梦。肖文没有离我而去，他依旧选择和我结婚，他成了我的救赎。我天真的以为我和肖文是真爱，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。可他婚后性情大变，不仅对我恶语相向，还对我极尽羞辱。我一次次安慰自己，他只是一时不适应。我甚至愧疚自己拖累了他。直到周年纪念日那天，我意外发现了他和我兄弟顾以凡的视频。原来早在车祸发生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勾搭在一起。当我愤怒质问他时，他不但没有惊慌，反而松了一口气。他语气冰冷地和我说：“你只是失去了一条腿，而我和以凡失去的是一整个爱情。我本来想和你分手的，可你偏偏断了一条腿。他们都逼着我嫁给你。你知不知道我每次和你睡在一起，每次看到你的一只，都恶心的想吐。你当时怎么不直接死掉？爱人和兄弟的双重背叛，让我根本无法承受。我为肖文付出了那么多，可他根本不在乎，他只想着他的爱情。他也不是因为爱我才嫁给我，只是害怕被众人唾骂。而我竟然为这样一个女人毁掉了自己整个人生。我彻底崩溃绝望，选择了轻生。如今结局转换，断腿的是肖文，那就让他也尝尝我当初的感受吧。肖文父母闻讯赶来时，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。一见到他们，我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不停地扇自己的耳光。都是我的错，我要是再跑快一点，我就能救下文文。我真该死啊！肖文父母泪流满面，把我从地上拉起来，痛苦地说：“这怎么能怪你？这是谁也不想的，只是不知道文文要怎么面对。一之，你们在一起6年了，阿姨恳求你，你先陪他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？我知道他们是怕我会在这个时候和肖文提分手，弃他而去，可我不会。毕竟我还没有让他亲身体会一下我前世的绝望。”我面露哀痛，声音哽咽：“阿姨，你放心，无论怎样，我都会陪着文文，我爱她。”肖文父母眼里闪过一丝欣慰，这才放下心来。这时，手术后的肖文也终于醒来，麻醉散去，肖文在疼痛中醒来，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惊慌地说：“腿，
我的腿好痛啊！怎么会这么痛？我立马冲了上去，拉住他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文文，不要怕，哪怕你截肢断腿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”肖文瞳孔瞬间放大，声音都变了：“你说什么？我的腿怎么了？我的腿！”他伸手去摸，却只能摸到自己的残肢。他吓得缩回了手，崩溃的大喊大叫：“不，这不是真的！我明明还感觉到我的脚还在，怎么会这样？”我紧紧抱住他，大声安抚：“文文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这是幻觉，你的腿已经没了，你不能再气坏身子。”肖文听了更是崩溃，哭得差点要背过气去。肖文父母也在一旁抹眼泪：“囡囡，你要接受现实，坚强一点，爸爸妈妈和一只都会陪着你。”可此刻的肖文怎么听得进去？他发了疯地敲打自己的腿。肖文父母只能叫来护士，给他打了镇静剂，他才慢慢睡去。看着他刚刚绝望崩溃的样子，我仿佛看到了前世的自己。可前世肖文并没有陪在我身边，他是在我父母安抚好我的情绪后才肯来。我永远记得他第一次来时，就站在门口看我，眼神是那么恐慌和厌恶。那一刻，我害怕了，自卑感油然而生。我知道我废了，我再也回不到我心爱的球场，我没有办法再酣畅淋漓地打一场球赛，为队里争光。那种令人窒息的自卑感伴随了我一生，折磨得我夜夜难眠。所以，我必须让肖文也感受一下。肖文的情况一天天好转，可他依旧难以接受自己断腿的事实。除了我和他的父母，他害怕见到任何一个陌生人。所以，我特意拍了一张肖文的断肢发去给顾一凡，假装通知他肖文出事了，让他过来帮忙安慰一下。而且我相信顾一凡看到这张照片一定会恶心想吐，毕竟前世我可见过太多异样的眼光，我太清楚正常人看到断肢的感受了。只要他明天过来，眼里出现一丝厌恶，都是对肖文的致命打击。第二天，顾一凡来到时，我正在给肖文削着苹果，见他站在门口迟疑的样子，我心中忍不住冷笑。他们果然是一路人。我假装才看到他，激动地喊道：“一凡，你怎么站在门口？快进来呀！”顾一凡眼里满是惊慌，夹杂着控制不住的厌恶。我回头看向肖文，他好不容易平静了2天的情绪又开始崩溃了。他脸色煞白，绝望地大喊：“不，你走，你不要来看我，我不要你来看我！”我连忙过去抱住他，假装错愕道：“文文，你怎么了？你和以凡一向聊得来，他也是好心来看你，你别激动，我现在就让他走，好不好？”肖文趴在我怀里，崩溃大哭：“走，你让他走呀！”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，在爱的人面前，自卑感才是最强烈的。肖文，你就好好感受一下我上辈子的绝望吧。我抬头看向顾一凡，无奈道：“一凡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文文现在不想见人。”顾一凡脸上明显放松了许多，随口应了句：“好，那你好好照顾他。”说完，落荒而逃。肖文泪流满面，呆呆望着门口，眼睛里的希冀一点点熄灭。他用力抓着我的手，抓得我生痛。可这点痛于我前世而言，就是九牛一毛。看着肖文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心中满是畅快。这只是我给肖文准备的前菜。顾一凡那天来过后，再也没有出现。肖文总是看着手机出神，也一天比一天沉默了。我知道他在等顾一凡回信息，毕竟他可是为了顾一凡才和我吵架，才会发脾气跑出马路。那天他厌恶的眼神已经深深刺痛肖文的心，如果他还是一直对他爱答不理，
那悔恨就会成为他的心魔。而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更加尽心尽力地照顾他。萧文父母对我很是满意，常常感叹：一之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文文没有你都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我只是笑了笑，我爱文文，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段时间，在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下，萧文对我越来越依赖了，哪怕我只是出去打个水，他都会反复问我好几次。遇到不方便的事情，他也是第一时间找我。毕竟只有我在看到他的断肢时，可以面不改色，还可以把他照顾得很好。他把我当成了救命稻草，生怕我也会离他而去。可他不知道，稻草除了拿来救命，也能压垮骆驼。萧文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，可以出院回家了。萧文父母支支吾吾地说：一之，文文回家还不知道会怎样，能不能麻烦你住到我们家，再照顾他一些日子？我欣然同意，毕竟我还要去找一些证据。萧文知道我会住到他家，也很高兴，毕竟他现在很是依赖我。这天，萧文父母也在，我看着手机笑出了声。萧文父母好奇地看向我：一之，你笑什么？坐在轮椅上的萧文也忍不住抬头看向我，我笑得开怀，声音洪亮：没什么，就是以凡找了个白富美，据说在谈订婚的事了。我话还没有说完，就看见萧文手上的水杯应声落地，碎成一片。萧文父母惊讶地看向他，我立马冲了过去，关切地问：文文，没有烫到吧？他木然地摇摇头：没有，你送我回房吧，我有些累了。送萧文回房后，我假装出去，其实就站在门外。果然听到他打电话给顾以凡，声音很激动：顾以凡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都是为了你才会和一之吵架，才会跑出马路。你不仅不来看我，还要和别的女人订婚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对得起我吗？不知道电话那边的顾以凡说了什么，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话。萧文哭得撕心裂肺，他把身边能砸的东西都砸了。这时我才焦急地冲了进去，关切地问：文文，怎么了？腿又痛？别害怕，我在呢。萧文见我进来，一把抱着我，哽咽道：一之，我错了，我以前不该那么任性，不该对你不好，你才是最爱我的。我搂着他，心中冷笑连连，现在才来悔悟，是不是太晚了？只怕是顾以凡嫌弃他，要彻底和他断清关系，所以他才后悔了吧？萧文父母也听到动静走了上来，我顺势开口：傻瓜，你现在才知道我的好吗？那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萧文惊喜地看向我，小心翼翼地问：一之，你真的愿意娶这样的我吗？你不会嫌弃我？我笑了笑：我们在一起6年了，我不娶你，娶谁？难道你最爱的人不是我？萧文眼底闪过一丝心虚，但他很快又镇定下来，慌忙说：不，我最爱的人当然是你，我愿意嫁给你。萧文父母在一旁笑得欣慰：文文，你以后一定要和一之好好在一起，不然爸爸妈妈也不会帮你。我和萧文的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。他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感激，可他不知道，他真正的噩梦即将要来临。我可是在婚礼那天给他准备了一个超级惊喜。趁着萧文父母带萧文出去复查，我悄悄打开了他抽屉，果然像前世一样，找到了那个 U 盘，里面足足有2个 G， 都是萧文和顾以凡的视频。他们已经瞒着我在一起苟且了2年，每一次还要记录下来视频的露骨程度，每每想起我都恶心得要命。也是这个 U 盘成了我前世绝望崩溃的导火线。拿走了这个 U 盘，我又把新买的 U 盘放了进去，免得被他发现端倪。因为婚礼定在下个月，比较仓促，
萧文也陷入了即将成婚的惊喜中，慢慢忘却了顾一凡带给他的伤痛。他重新把目光放在了我的身上，把我当成了唯一救赎。每个晚上，他一次一次地求我要了他，我都拒绝了。他患得患失，沮丧地问我：“一之，你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残废？”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温柔笑道：“怎么会呢？只是医生说你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。我也想等新婚夜。”其实车祸前，我和他就处于濒临分手的状态，足足有半年。他就连手指都不想让我碰一下。如今他这样主动，不过是自卑了，想在我这里求一些认同感。所以我怎么可能如他所愿？毕竟上一世，我也曾这样卑微恳求过他，可他对我只有不加掩饰的厌恶。甚至在我父母跪求他给我生个孩子延续香火时，他也是恶语相向，说我父母道德绑架他。我那时候的难堪和屈辱，他也应该感同身受一下。我特意邀请了顾一凡来当我的伴郎，毕竟这场大戏没了他，可就演不下去了。婚礼前几天，我推脱工作的事走不开，拜托顾一凡帮我接萧文去试婚纱。顾一凡为难地说：“一之，这种事我不好帮忙的，你还是自己抽时间陪萧文去吧。”我一脸恳求：“一凡，其他人我信不过，毕竟朋友里就你和萧文关系比较好，以前你们最爱打闹了。”顾一凡骑虎难下，只得勉强答应了。我和萧文说这件事时，同样遭到了他的强烈拒绝。我为难地说：“文文，其他人我真的不放心，他是我的好兄弟，我相信他会照顾好你。你们之前不也是玩得挺好吗？你就让他陪你去一趟。要是换其他人，我会担心漂亮的老婆被人抢走。”萧文听我这样说，眼底闪过一丝心虚，只得胡乱答应下来。顾一凡过来接萧文时，我千叮万嘱：“一凡，下车的时候麻烦你抱一下文文，他不方便。”他们两人的脸色古怪，萧文更是沉默不语，看着他们开车离去，我心中止不住冷笑。他们越不想再见，我偏要给他们制造机会见面。我要给萧文足够时间去感受顾一凡的薄情和虚伪。果然到婚纱店不久，萧文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求我立刻去接他。我到时，他和顾一凡分坐在两旁，两人的脸色都极其难看。我笑着问：“怎么了？你们两个又斗嘴了？”顾一凡冷冷地看了萧文一眼，一言不发，而萧文眼泛泪光，满是委屈。“没有，我选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我有些累了，看着他们这副互相厌恶的嘴脸，我的心情极佳。我欣然点头，把萧文带了回去。很快就到了婚礼那天，这是萧文受伤后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露脸，他很紧张。在婚礼开始的前一刻，甚至还想过临阵退缩。他拉着我，眉头微皱：“一之，我心里总有些不好的预感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别搞那么多仪式了。”我没想到他居然能预感到，不过已经走到这一步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他？我笑着安抚他：“没事，你这估计就是婚前综合症，待会爸爸会陪你过来的，不用担心。”萧文心神不宁地点点头。仪式正式开始了，顾一凡作为伴郎站在了我的身边，而萧文则由他爸爸推着一步步向我走来，周围都是祝福的掌声。我是真的高兴，所以笑得格外灿烂。萧文也渐渐放下了紧张，拉着我的手，勇敢地面对众人。这时，司仪激昂的声音响起：“现在让我们一起感受新郎新娘的美好回忆，请看大屏幕。”在场的亲戚朋友都纷纷看向大屏幕，可播放的并不是我和萧文的婚纱照，而是他和顾一凡的亲密照和视频。
这让原本热闹非凡的会客厅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大家都是面面相觑。那些不堪入耳的声音环绕在整个会场里，格外清晰。萧文和顾一凡做下的那些丑事，在这一世终于公之于众。我要看看他又要怎样去维护他们伟大的爱情。萧文慌乱转头看向大屏幕，眼睛睁得老大，脸上一片死寂。他崩溃地大喊：关掉它，赶紧关掉它！刺耳的尖叫声终于让萧文父母回过神来，连忙吩咐人去关掉屏幕和音响。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：天呀，这是新娘和伴郎搞在一起了吗？难为他断了腿，新郎还对他不离不弃。就是，没想到萧文竟这样不检点，真是狼心狗肺。我看萧文以后就没脸见人了，也没人敢要他了。新郎这绿帽子戴得真是冤。那些话一句句刺进了萧文的心里，他的脸色也越来越白。他发了疯般推动着轮椅，想离开这里，却怎么也动不了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又狼狈地摔在了地上，只能绝望地大哭。周围的人都向他投来了各种各样的目光，就像把他扒光了，人人观看一样。他恨不得立马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而顾一凡见情况不对想逃，被我一把揪住。我发了狠地朝他挥拳，愤怒大喊：顾一凡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居然搞我妻子，你怎么那么贱？我早就想打他了，自然要把前世今生的怨恨都全部发泄出来。顾一凡一边狼狈地闪躲，一边苍白解释：不是萧文勾引我的，之前都是他勾引我的。萧文听到后，情绪更加崩溃了，他哭喊着：顾一凡，你没有心，是你说过你爱我，明明是你。看着他们两个互相推卸责任，我更是怒火中烧，下手更狠了。顾一凡被我打得鼻青脸肿，直到萧文父母上前阻拦，我才肯停手。我一松手，他便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，离开了婚礼现场。周围的宾客也不好意思再逗留，纷纷离去。整个会客厅里只剩下我和萧文以及他的父母。我终于不用再伪装了。我冷眼看着萧文，目光简直要把他凌迟。他根本不敢看我，只是一直低着头抽泣。萧文父母叹了一口气，才艰难开口：一之，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没管教好他，才让他做出这样有辱家门的事，是他对不起你。这段时间你对文文的照顾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是他自作孽，你想怎么处理，我们都没有意见。我面带哀伤，向着萧文痛苦怒吼：你低头干什么？你说呀，你解释呀，是不是你勾引他的？那个 U 盘里全部都是你们的亲密照，你们到底瞒着我在一起多久了？萧文，你真是让我恶心。萧文终于抬起了头，他止不住的浑身颤抖，眼里全是恐慌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他先撩我，是他的错。我受伤后就没有和他联系过了，你相信我？一之，我忍不住冷笑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有受伤，你根本就不会嫁给我。你是不是还要背叛我，和他在一起？萧文被说中了心思，又惊又惧。他想开口解释，却无力反驳。我直视他，一字一句地狠戳他的心窝。萧文，我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怎么那么不知廉耻？你要是真的爱他，那你说啊，我可以成全你们。可你为什么要答应和我结婚？我可以不介意你断肢，愿意无条件对你好，照顾你，但是我接受不了你和别人在一起。你脏了，我们还没有领证，不算正式夫妻，所以我们分手吧。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把前世今生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，我终于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。而萧文的脸色已经白到不能再白，他疯狂地摇头：
哭得撕心裂肺。不要，我不要分手，没有你，我会活不下去的，求你不要这么残忍。他再次从轮椅上摔了下来，艰难地爬到我身边，紧紧攥住我的裤腿。一只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只会爱你一个，你相信我，求你相信我。肖文妈妈连忙去扶他，开口劝道：一只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是文文对不起你，可他刚遭受事故，你能不能……肖文爸爸也连连叹气。对呀，一只，你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我们也会帮你看着他，不会让他再犯错。我冷哼一声，叔叔，如果这顶绿帽子是戴在你头上，你能忍受吗？你能原谅吗？而且今天那么多人看见了，你们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是他自己犯贱，先背叛我。肖文父母当即没敢吭声了。我目光冰冷地盯着肖文。肖文，你只是失去了一条腿，可我失去的是一整个爱情。是你对不起我们这段感情，所以我不会再要你了。你求我也没用。肖文眼里的光彻底灭了，他耳边一直回响着那句话：你只是失去了一条腿，可我失去的是一整个爱情。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他好像在哪里听过。他捂着头，痛苦地大叫一声，最终晕倒在地上。可我没有再看他一眼，直接快步离去。前世今生，这场闹剧终于落幕。我终于为自己讨了一个公道，把他上辈子加在我身上的痛苦还给他。可一切还没到结束的时候，离开婚宴现场后，我回到了我的俱乐部。这里有一支我亲手组建的篮球队，承载着我一直追求的梦想。前世我为肖文断腿后，根本无法再重回球场，也无心打理，篮球队自然也只能解散了。摸着熟悉的篮球，奔跑在球场上，前世的郁气终于消散在畅快的汗水里。这一世，我终于又可以带着我的队友逐梦 CBA 联赛。之后几天，我都是待在俱乐部里密集训练。我原本以为肖文会承受不住打击，会永远窝在家里不敢出来，可没想到他居然会来找我。他紧握着轮椅，死死地盯着我，语气森然：傅一之，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我轻笑：我信，我当然信。他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激动地说：那天晕倒后，我反复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你救了我，断腿的是你。车祸那天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为什么？没想到他会梦见前世今生，既然他都知道了，我也没必要再装。我嗤笑：我为什么要救你？救了你之后，让你忘恩负义唾弃我，还是要我成全你和顾一凡？肖文脸色涨红，气愤地说：所以你就是故意不救我的？还有那天婚礼时候拿错 U 盘，害我出丑的也是你。我忍不住笑起来：是啊，都是我，你又能怎样？肖文气得面目狰狞，他想伸手过来打我，却怎样也够不到，还狼狈地摔在了地上。他指着我破口大骂：傅一之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？你怎么可以对我那么残忍？我和你在一起6年，你说过你最爱我，可你为什么不救我？要我这么痛苦过一生？这就是你的爱吗？我收敛笑意，目光如炬地盯着他。你不是在梦里看到前世今生了吗？那你难道没有看到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只不过是把你对我做过的事还给你，我怎么残忍了？这些可都是你教我的。肖文脸色惨白，低声哭了起来。不是这样的，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，我不会对你做这样的事，那都是没有发生过的事，那都是梦，是你要害我。我冷笑连连。肖文，你应该知足，起码我照顾了你一段时间，可你爱的顾一凡却连看都不肯看你一眼，造成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是你背叛了我们的感情，
是你自己任性造成的。萧文再次崩溃了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心中毫无波澜。哪怕他知道了前世发生过的事，依旧不会有任何愧疚。他甚至还想把责任推在我身上，还要怪我不肯救他，只怕他恨不得断腿的还是我，痛苦的人还是我。这个女人真的自私的可怕。萧文妈妈匆匆赶来，扶起萧文后，脸上全是对他的抱怨。让你别来，你非要来，你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？我怎么就生出你这样的女儿？萧文猛地抬起头，歇斯底里地说：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你知不知道，傅一之明明可以救我的，他不但没有救我，害我断了一条腿，他还要在婚礼上羞辱我，这一切都是他故意设计我的。萧文妈妈眼里满是失望，她一巴掌甩在了萧文脸上，气得双唇颤抖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要是没有做这些丑事，谁可以陷害你？一直对你的照顾，对你的包容，我们都有眼看。是你自己不争气，不学好，你怎么还有脸说三道四，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？萧文被打得呆愣在原地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看到萧文众叛亲离，我觉得心里痛快极了。而萧文妈妈看向我，满是愧疚。一之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他来打扰你。是阿姨不好，没有管教好他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。其实萧文父母还是明白事理的，有这样一个女儿，确实是家门不幸。他们临走前，我看向双目失神的萧文，沉声道：萧文，你该恨的人不是我，是顾一凡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们不会吵架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满心满意的爱了你6年，如果不是他横插一脚，我们真的会结婚。我会宠你爱你一辈子。他可以恨，但是不应该再恨错人。毁了他一生的，除了他自己，还有顾一凡。他应该去恨顾一凡，应该像疯狗一样缠着他。至于他们之间是谁先越界，那就要由他们自己去争辩了。1个月后，熟悉的朋友给我发来消息，说顾一凡发朋友圈炫耀，下个星期要订婚了，同时还给我发了几张照片，是顾一凡和他未婚妻的，笑得春风得意。我冷笑一声，反手转发给了萧文。他没有回我，但我知道他肯定会看，而且只怕会怨念冲天。当然，我也不会放过顾一凡，毕竟前世我发现了他们2人苟且时，也曾去质问过他。可他不仅没有愧疚，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我已经残废。他这样做是为了帮我哄住萧文，还说萧文见到我就恶心。如果我真想要孩子，他不介意贡献一个。他把绿帽子戴在我的头上，还美其名曰是帮我，真他妈恶心人。那种羞愤崩溃的心情，我至今都难忘。所以，我不可能让这个渣男有好日子过。我让人帮忙查到了他未婚妻的联系方式，把那个 U 盘给他寄了过去，也算做了一件好事。像顾一凡这种垃圾，就不应该在社会流通，免得祸害其他人。他就应该和萧文锁死，毕竟他们才是天生一对，贱男配渣女。第2天，顾一凡就给我打来电话，质问我：傅一之，是不是你给我未婚妻寄那个 U 盘的？你打也打了，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我冷笑：不好意思，我不太清楚你在说什么。至于那个 U 盘里面的内容，可是你们亲手录制的，你现在怎么还有脸来问我？是嫌被打得不够，你就过来，看我会不会打死你。顾一凡被我噎住，疑惑地问：真不是你？我嗤笑：是不是我又怎样？你还能不服气？我要怎么报复你，你都得给我受着，因为是你犯贱，你勾引别人女朋友，做出这种恶心事，就注定没有好日子过。顾一凡气愤得很：不是你，
那就肯定是肖文。妈的，他都断腿了，还要给我搞事，看我不找他算账。说完，他直接挂掉了电话，估计真去找肖文算账了。我特意开车去了肖文家，找了个隐蔽的角落，等着看他们上演大戏。没一会，顾一凡果然来到了肖文家楼下，肖文也推着轮椅出来了。顾一凡愤怒地朝肖文大吼：“你这个疯婆子，你还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？你为什么要给我未婚妻发那些东西？你就那么见不得我好？”肖文也气得脸色涨红，开口怒斥：“顾一凡，你还好意思来质问我？你把我害成这样，还想另娶新欢？凭什么？你明明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和傅一之分手，你就会和我在一起，你会娶我的。可是我出事后，你连看都不来看我。是婚纱那天，我不过想抱抱你了结过去，你却那么嫌弃我。”他越说越伤心，瞬间泪流满面。可顾一凡根本就不会愧疚，更不可能同情他、共情他。他的本质和肖文一样，是个自私到极致的人。他冷漠地说：“当初是你先说喜欢我，是你不管不顾地勾引我，不然我也不会瞒着傅一之和你在一起。是你自己水性杨花，是你先背叛傅一之的。你断腿也是因为你自己任性跑出马路，怎么可以怪我？而且你都这样了，你就不能待在家里等死吗？或者随便找个男人嫁了，让别人照顾你就是了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那你就放过我，别来搞我了，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。”我在一旁听着，差点笑出声。真是好一番大道理，真是会推卸责任。而肖文也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为了这样一个自私虚伪的男人，毁掉了自己的人生。在一切苦难面前，他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的真面目，悔恨像把尖刀直插他的心脏，痛得他生无可恋。他的腿断了，名声毁了，信念崩塌了，他再也回不到过去。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他擦干了自己的眼泪，平静地看向顾一凡，声音坚定又冰冷：“好，我放你去过好生活，那你过来抱抱我，就当告别。”顾一凡明显松了一口气，面带喜悦向肖文走去，轻轻抱住了他。可很快，他便捂着肚子，面露痛苦地倒在了地上。他害怕地大吼：“肖文，你疯了！你居然拿刀捅我！”肖文发出了癫狂的笑声：“哈哈哈，我就是疯了！从断腿那天开始，我就疯了。你不是要去过好日子吗？我现在就送你去，我们一起重新开始。”顾一凡瘫在地上，手脚并用地往外爬着，慌张地想逃离这里。可肖文居然站了起来，一拐一拐地追上他，又给他补了2刀。我被吓了一跳，当即快步离开，慌忙报了警。肖文没有逃，他只是呆呆地坐在了顾一凡身边，任由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裙子，悔恨的泪水不自觉地从他脸庞滑落。警察来到时，顾一凡已经当场死亡，肖文被判刑了。可他在牢里没几天，就选择了轻生。他给他爸妈留下了一封信，他说他错了，余生再偿还父母，重来一世。他们都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，而我的人生终于重新开始了。我要带着我的篮球队去逐梦，去攀登高峰，美好的未来在等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